R7000P 此时应运而生 ，AMD 能否再一次救拯救者于水火之中？R7000P 能否和它所搭载的7040H 一样凤凰涅槃？看完本期视频，我相信你能够找到答案。照例来看一看本期视频主角的基本配置，有需要的观众可以暂停查看。首先还是来看看外观外设部分 ，R7000P 的外观和 Y7000P 是完全一致的。不过由于我还没有入手过 Y7000P， 所以严格来说，这是我第一次上手这一套模具。整体的外观还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是拯救者机器的 A 面。说实话，我个人觉得颜值比 9000P 系列高太多了。中间那个背带库去掉，换成边角的 Legion 文字之后，整个观感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同时边缘的处理还要比 9000P 好，后者的 A 面边缘非常锐利，割手感很强，而 7000P 的边缘就柔和很多。整机的质感，我个人认为对比 9000P 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高情商的讲，是至尊版同级体验。机械重量 2.36千克，不算特别重，和暗影精灵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被弃用的是库存板砖，230瓦重量快赶上别人的280瓦了。外部拓展上对比 9000P 也倒车极为严重，不仅数量缩水到了 2A2C， 布局上也烂得出奇，左侧 2C 后部 2A， 右侧只有一个 SD 卡槽，完美不契合正常人的使用方式。同时 USB 4也完全缺席，接口的质量和数量是一个也没占到。单手打开屏幕，屏中的阻尼感和稳定性对比 9000P 要差非常多，不仅到位不干脆，晃动也很严重。C 面乍一看和 9000P 差距不大，触控板手感也是一样的5、6千元水准，但是键盘部分，由于 C 面刚性很差，打字的时候都会塌陷，导致键盘手感对比 9000P 要差不少，用起来无论是段落感的回馈还是回弹都拖泥带水。背光则还是白色单色，整体来说外设交互体验上比较一般，只能说虽然外观乍一看差不多，但细节上对比 9000P 阉割不少，一上手就能够感受到。屏幕是16:10 2560×1600比例，正面观感也确实优秀。面板还是来自京东方，型号 N1160 QDM NYC， 加载 X-Rite 的 sRGB 文件之后，实测色域覆盖 98.7% sRGB， 是标准的高色域屏，但是中心最大亮度只有350尼特，而且我手中这一台均匀度不太理想，默认色温 6600K， 对比度1139:1。色准方面，平均 1.07， 最大 1.99 的 Δe， 虽然已经算是不错，但是相较于 9000P 那一块屏幕，颜色校准差劲很多，伽马值也非常偏，最终无论是亮度、色准还是刷新率，对比 9000P 都要差一档，阉割的非常狠。原本我是不单独制作拯救者的校准文件的，因为自带的 X-Rite 已经足够，但这一次我不得不还是制作了7000K 色温的校准文件。有需要的观众可以在关注后私信我输入 R7000P 校色文件来获取。外观外设上对比 9000P 被阉割不少，内部性能上又表现如何呢？显卡部分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表现就是 RTX 4060的正常水准。处理器方面 ，R7000P 搭载的是 AMD 的 R77840H 处理器，祖传的移动端8核16线程，虽然规格相同，但是不同于 R9000P 的7745HX， 这个处理器并不是桌面端移植，而是原生的移动端处理器，使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缓存规格上还是祖传的16兆。内存支持插槽5600兆赫兹，以及板载 LPDDR5X 7500兆赫兹，最高频率来到了 5.1G， 对比上一期视频测试的 R97940H 低 0.1G， 乍一看对比天选的 R9 并没有太大差距，但是落实到实际性能测试当中，真的如此吗？Cinebench R23 首先就给我来了一点小小的震撼，26度室温，野兽模式垫高，这颗 R77840H 的单轮分数只有17108分，对比天选4的 R9 差出了1000多分，单核成绩也少了50分，10分钟的分数也只有17023分，倒是很稳定。即使开到了控制台的超能模式，分数也就只有17285分，整体对比天选色几乎是被爆杀。我一开始还以为是 System 占用的 bug， 但是反复切换 iGPU 省电，开直连也完全没有改善，后来又怀疑是 VBS 捣鬼，但关闭 VBS 之后也没有任何区别，直到我打开了我此前从来没有怀疑过的温度和功耗检测，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别的捣鬼，而是这台机器真的就是这么菜。说到这了，本次也是调换一下顺序，在看实际的游戏性能之前，先来看一看机器烤机的表现。室温26度垫高，野兽模式下功耗能够短暂来到85瓦，然而立刻就撞上温度墙，随后功耗回落到79瓦。即使这样，也全程顶着100度的温度墙运行，而隔壁的天选在80瓦运行时只有86摄氏度，甚至放平不垫高也才92度。除此之外，虽然同样是80瓦，但天选4的 7940H 运行频率可以达到 4.6G， 而 R7000P 的 7840H 只有 4.3G， 同功耗频率差出了整整 0.3G， 这也正是 R23 分数差距如此巨大的原因。而在双烤部分 ，R7000P 也是烂得惊为天人，45+115瓦功耗下，温度直接撞到了双80度，对比天选4在显卡温度上还要烂一截。
或许会有观众质疑，会不会是 R7000P 噪音更低？然而二者的烤机噪音均为56分贝左右，R7000P 根本没有任何静音优势。如果进一步放平机身，天选4此时还能够维持45+115瓦，温度88+83度，虽然有点危险，但至少还能够保持。R7000P 就整个垮掉了 ，CPU 温度直接来到了90摄氏度，显卡更是一头撞上86度温度墙，出现严重降频，功耗也下滑到只有105瓦，还不稳定。除此之外，控制台的均衡模式下 ，R7000P 会把功耗锁定到55+60瓦，这个诡异到极致的功耗分配，虽然同样为总功耗115瓦，但是远不如天选435+80瓦的功耗分配来的合理。噪音也完全没压制住，依旧达到52分贝左右，天选则只有不足42分贝。在散热能力之余，R7000P 还有一个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毛病，即在负载结束 CPU、GPU 功耗均回归正常之后，风扇还会持续转2到3分钟，转速维持4000转，噪音55分贝左右。我就根本不知道此时的风扇到底是在给谁散热，明明核心温度早就已经到了正常水平，风扇依旧像个麻木不仁的打工人，毫无理由的还在加班，这对于使用体验几乎是毁灭性的。最终结论便是，无论看单烤还是看双烤，看硬件的散热能力，还是看软件层面的功耗调度，R7000P 的散热都被天选4按在地上暴打。要知道天选4可是2.1千克机身的轻量级选手，R7000P 拿着比天选4重了足足250克的机身，就只有这种水平，属实令人瞠目结舌。我都不知道联想和拯救者现在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要硬件素质没硬件素质，要软件调教没软件调教，要性价比你也没性价比，你要不改行卖赎罪券吧，卖给整批乐一乐得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我此前没有测试过任何 7840H 处理器的笔记本，而在这一期视频制作的期间，也还没有任何可以供参考的 R7000P 数据，因此我不太清楚究竟是本代的 R9 和 R7 之间真实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还是联想的 R7000P 菜的独步青云。同时，机器的散热我也尝试过更换7950散热片，但最终的散热表现没有任何区别，一度也没有。虽然证明了联想确实用的是相变片，但同时也证明 R7000P 至少我手中这一台 R7000P 散热部分完完全全就是一坨狗屎。而在游戏的实测部分 ，R7000P 对比天选4在 1080P 下差距 3.48%，1440P 差距 2.21%， 而且机器原生的16比10分辨率可是带着原罪的，对比1440P 平均帧数低了 4.49%。最终游戏体验对比天选4还要继续打折扣，虽然体感上的差距有限，但是拜托啊，哥们儿，你都落魄到要和轻薄游戏本比性能了，最后还比不过，你还玩什么呢？重量都加到哪里去了？加到你拯救了团队的钱包里面了吗？还是大脑里的水？拆机环节也是给了我无限的惊喜，机器拆解难度并不大，拧下螺丝之后开盖非常轻松，但地壳的强度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Q 弹软糯。内部布局上也没有太多惊喜，散热看起来很唬人，热管很粗，风扇也很厚很大，拆开一看，好家伙，全铝欺骗，这一点连 G5000都不如。实际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完全就是样子货。内存部分有屏蔽罩覆盖，里面有导热贴，这一点倒是要好评。第5内存发热确实不小，内存是一对来自三星的5600兆赫兹8G×2，我本来都准备夸它了，结果内存效能实测和天选的4800兆赫兹海力士几乎没有区别，除了能够提供心理上的效果之外，并没有其他作用。硬盘更是重量级，乍一看是 PCIe 4.0×4的1T， 然而却是一连的垃圾盘。如果只看效能，我还以为是 PCIe 3.0盘呢。如果在4000、5000多价位看这种素质的硬盘，说实话我完全不会意外。但你 R7000P 是卖4、5000吗？首发7500，现在还涨价到8000，用这种硬盘，你没病吧？右侧倒是还有一个控盘位，地壳对应位置也有导热垫，网卡为 RZ616，本质是 MT7922，在 AMD 机型上倒是也不意外。下方是80瓦时电池，我原本对于它的续航是抱有比较高期望的，毕竟天选4的表现非常亮眼，然而实测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同样是70%亮度 ，WiFi 蓝牙全开，控制台安静模式、Windows 省电模式各自打开核显模式。天选4的 PCMark 10续航成绩达到了足足10个小时，而7000P 就只有4小时43分钟。我还以为是我测错了，又重新核对了一遍条件，复测了一次，结果依旧只有4小时53分钟。续航能力对比搭载 HX 的 R9000P 都没好处多少，而这一点的原因，我认为和联想变本加厉的海量预装垃圾软件脱不开干系。除了我之前就吐槽过的机器答辩全家桶，这次联想直接开机就在桌面强制安排了一堆窗口，挨个关掉之后，依旧会显示一个加号在桌面，点开之后，甚至非常无耻的在左下挂了个合作链接。
点开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商业合作方式，整个组件广告功能还根本没法关闭。联想你是卖这些溢价高的离谱的机器还觉得赚的不够，还是因为家里嘎的人太多了，棺材本不够？得从这种地方来想这些歪门邪道的赚钱。作为国内乃至世界第一的电脑生产厂商，研发的成本不放到硬件上，笔电做的一代不如一代，就惦记这些狗屁不通的玩意来嘎普通消费者的韭菜。卖硬件嘎一波还不够，还在软件上继续嘎，其恶心程度实在是难以名状。总结部分，我毫不客气地说，R7000P 就是天选4的完全下位，重量更大，散热更差，扩展性更差，内硬的配置也更差。屏幕除了占了个16:10的正面观感，剩下什么都不占，亮度也没有，广色域也没有，色准还低人一等，外设使用体验也不如天选。拯救者今年是把7000P 这一个原本的主流价位拳头产品彻底给做了一个稀碎。选购建议方面，R7000P 在我看来充其量就只配卖6999，和光影精灵去做一桌，对比天选4是完全的下位，碰自家大哥 R9000P 更是稳稳鞋子都不配。乍一看7499便宜500的价格还行，实际上产品本身的阉割和颓废远远超出了500块的差价，本质依旧是一个定价不过脑子、傲慢膨胀到极点的产品，价格比天选便宜500，只能说有那么一点点自知之明，但有的不多。最后是私货环节，虽然视频里已经吐槽很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话想说。说实话，我不知道屏幕前各位是怎么想的，我自己其实对于 R7000P 是寄予了非常大期望的。一方面 R9000P 的出色表现重燃了我对于拯救者的一点点信心，另一方面同样搭载 AMD 7040系列的天选4表现非常出色，也让我对于这套搭配信心满满。然而联想却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刮子，用实际行动告诉我，拯救者就是地上的一滩烂泥，根本就没打算站起来，只想躺在地上掐烂钱嘎韭菜。可以说联想拯救者今年最大的问题甚至可能不在价格，而在于产品全线的倒车。去年的联想最起码产品力这一底线是守住了的，抛开价格不谈，只看产品本身的话，依旧是有价值有竞争力的产品。今年的产品做的都是什么牛马？至尊版一个破烂电源高负载掉电的问题到现在也没修好，是不想修还是产品有致命缺陷根本没法修，尚且还不知道。普通版 Y9000P 调教一滩烂泥，就前那种发布的时候狂蹭拯救者，一出世就立马切割的玩意我都不想提。全线就一个 R9000P 靠首发价力挽狂澜了一波，剩下的产品连首发价都维持不住，第三方疯狂掉价。现在到了 R7000P 更是连拯救者的看家本领散热和性能释放都保不住了，被一个更轻更薄此前曾经是散热吊车位大家都瞧不起的死宅二次元打趴下，我不知道脸是怎么挂得住的。我不清楚接下来的 9000X 和 9000K 会有怎样的表现，我只知道 R7000P 的发布几乎是给今年的拯救者在主流价位的市场画上了一个丑陋无比的句号，宣告着 Legion 这个曾经代表游戏本荣光的品牌已经自甘堕落成了他曾经击败的恶龙，所有他曾经击败过的竞品的问题现在一个不落的回旋飙到他自己的身上。或许真是应了那一句经典，让拯救者不忘初心是没有用的，因为初心就是赚钱，只是之前走了弯路。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觉得有意思的话不妨点个免费的赞，觉得有帮助的话也可以长按点赞，一键3连。接下来频道将会带来一些画风不太一样的有趣内容，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我是麦香的米醋，我们下期再会。